动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是什么意思？看看这几个故事就知道了。在神话传说里，宇宙空间被分为了天地人3界，天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所描绘的天庭，包括玉皇大帝在内的神仙菩萨都居于天界之中。人界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存的空间，地界就是传说里的幽冥地府，孙悟空就曾经大闹地府，连阎王爷都让他3分。《西游记》里多次出现过天上1日，地上1年的说法。孙悟空因为嫌弃弼马温这个官职太小，不愿意待在天庭，便返回了老家花果山。一群猴子前来贺喜，恭喜大王上界去10数年，想必得以荣归也。孙悟空听闻感到奇怪，说：“我才半月有余，哪里有10数年？”众猴道：“大王，你在天上不觉时辰，天上1日就是下界1年里。”原著里还有一个情节，奎木狼私自下界变成了黄袍怪，离开天庭13天，结果在人间跟百花羞做了13年的夫妻。原著写道：玉帝问天师，奎木狼多少时不在天了？天师道：4卯不到，3日点卯一次，今已13日了。玉帝道：天上13日，下界已是13年，天上1日，地上已经过去了1年，为何天庭里的时间流速跟凡间不同呢？在我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，说的是普通凡人在机缘巧合之下偶遇神仙，只是与他们待了几天时间，回到人世间时已然沧海桑田，人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。这也是道教对于其追求长生久世理念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，神仙所处的空间与我们常人是不同的。关于这个典故，民间有好几个版本，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个。第一个是王志烂柯的故事。根据《述异记》的记载，晋朝时期有一位叫做王志的樵夫，这一天他去新安郡的石室山上砍柴。王志看到在小溪边的一块石头上有2位童子在下围棋对弈，于是他放下砍柴的斧子，在旁边观棋。童子把一个形状像枣核一样的东西给王志，他吞下了那东西以后，竟然不觉得饥饿了。王志看了许久都忘记了时间，童子告诉他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家了。王志准备将斧子捡起回家，发现木质的斧柄竟然已经腐烂了。王志返回家中时，发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没有人认识他，问及周围人，都说王志砍柴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原来是王志砍柴误入了仙境，返回人间斧头都烂了，所以说是烂柯。世间沧海桑田，竟然没有一局围棋的是时间长，这正是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。第二个是关于东方朔的故事。历史上的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怀才不遇的高人，道教则将其神化为一名被西王母哲贬到人间的神仙。《洞明记》就记载了东方朔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的神仙际遇。据传说，东方朔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已经200余岁，并且在东方朔出生3日之后去世了。邻居见他可怜，就收养了他。在东方朔年幼时期，出门游玩，足足消失了1年才回家。养母急得大骂他为何出门那么久。东方朔却是很奇怪地说：“而至子泥海，有子水巫医，仍过于渊兼患，朝发中返，何云经年乎？”意思是东方朔到子泥海游玩，弄脏了衣服，便到鱼渊间把衣服洗了，只是早晨出门，中午就回来了，怎么可能是1年呢？这便是东方朔的神仙际遇。最后再来说一个神仙梦境的故事。话说，在唐朝宪宗年间，有一位叫吕岩的书生远赴长安科考，无奈名落孙山，整日在酒肆借酒消愁。这天，有位打扮奇特的道人来到吕岩面前，劝他弃学修道。吕岩一心求官，就婉拒了道人的请求。道人请求吕岩为他做一碗黄粱饭，在吕岩答应之后，忽生倦意。道人从袖中拿出一个枕头来，对他说：“你用它睡觉，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”在吕岩入睡之后不久，就有差人手捧圣旨召其为状元。就这样，吕岩开始了官宦之路。在任职期间，官禄起伏，并且结婚生子，子孙满堂。后来在官至顶峰时，触犯龙颜，导致妻离子散，流放千里。就在他饥寒交迫之时，忽然醒了过来，发现只是一场梦。道人对他说：“你做梦醒来，黄粱饭还没有熟呢。”吕岩这才感慨道：“原来人生100年不过是区区一场梦，
而这名道人就是度化吕岩成仙的钟立权。吕岩后来跟随钟立权修行，最终正道成仙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神仙的时间和人间时间的关系。虽然都是传说的故事，但未必不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。你觉得天上一天会是人间的一年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意见。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